在所有的 Mini LED 的显示器当中，这款的 HDR 显示效果应该算是比较出色的。不是镜面屏，但其实显示的内容的清晰度其实还是挺高的。当主要的画面是明亮场景的时候 ，Mini LED 会有那种阳光的感觉，不会有那种阴天的感觉，效果会更好一些，并且也支持语音切换输入源的功能，就像这样。小爱同学，在。切换到 HDMI 1。好的。Hello， 这台红米的显示器现在到了，然后这个是最近比较火热的那款 G Pro 27U， 是个 4K HDR， 目前来说反应好像还不错，而且它自带一个电视系统。然后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吧，然后稍后再看一下它实际的效果。好了，你下来吧。先做一个简单的开箱，一会儿我们说。然后这个包装好像还可以。之前有些显示器的包装，它就直接是发一个盒过来，也没有任何的外边的东西。你看它这个的话，在显示器包装的保护上还不错。然后这个就是显示器的本体了，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吧。然后这个包装盒上是它的一些参数，包括 HDR1000、Mini LED， 然后 4K， 对，还有一个小米电视。它因为它是带一个小米电视的功能，相当于是带了一个电视盒，同时呢，它还有小米音箱的功能。所以这个显示器相当于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显示器，但是具体它的显示效果呢，我们在后续打开之后，连接我的 MacBook 还有其他电脑之后再去看。这个应该就是显示器的本体了，这是它的支架，应该是，这先放在一边。这还有一个销售报告，这款的出厂日期是2025年的3月份。这个配件的一个我说。那个尽量拆的时候小心一些，因为万一有一些问题的话，发生退货的话，如果说破坏的比较少的话，应该还比较方便退货。这是它的电源，好像你要想完全不破坏的把它拆开，还是有点困难。是它的扳手，还有它的一个遥控器。然后这个应该是它后边的一个后挡板，我们稍后再打开吧。这是它的那个底座，好像是需要拧螺丝才能安装的，我们稍后再安装吧。它自带的这个支架，这就是它的所有配件。然后我现在把这个显示器的支架和显示器进行一个连接。当然，连支架之前可能先需要把这个支架的这个支架跟它的底座先进行一个连接，然后这个支架安装应该比较简单，就是把这两个直接这么一扣，应该就可以直接装上。然后它这个是一个也可以装这种桌面的那种支架，我们稍后也会可能会把它放到一个桌面支架上，但是我现在先把它用默认的这个支架先装上，先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去进行一个安装。然后这个是显示器的支架，然后这是它的那个底座，底座跟支架的话，它是直接这样，它这有一个凹槽，然后直接这样插进去就可以。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点是，它这个底座的话，必须得用一个螺丝，4个螺丝去进行安装，它并没有办法免工具安装。这个4个孔，然后我会拧一下螺丝去把它进行一个安装。然后我现在把底座装完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支架跟显示器进行一个连接就可以了。这个连接应该很简单，直接这么一插应该就可以了。OK， 这个我就连上了。然后这个挡板的话，等插完线之后，再可以把挡板就这样，这应该是凹槽，这样插上就行。我稍后。然后现在这个显示器已经拿出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厚度还是有些厚的，可能 Mini LED 它都比较厚，它下边会有点宽，但是对于我来说无所谓。然后它这个显示器的背面呢是这样的。然后这是红米的标，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可以拉出来的架子，是放耳机的还是放什么的一个架子？这个设计挺巧妙。然后它这个背景灯的话，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可以
RGB 的灯，然后好像还是可以跟那个内容去进行同步，就画面上有什么颜色，它会在相应区域会显示什么颜色，就有点像飞利浦的那个 HUG 那一套系统。当然这个我后续连上之后再测试一下吧。然后它的接口的话，就都在下边的接口我就不说了，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具体参数。应该是有2个 HDMI 2.1，一个 DP 1.4的接口，但是这个显示器唯独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没有 Type C 接口。我们插上电去试一下吧。然后现在把这显示器开机，首次开机的时候会有一个画面，它是带小米 OS、HyperOS 系统的。然后因为这配对成功，是因为我刚才已经配对完了，然后现在是重新开机。开机的时候会显示连接 WiFi 热点，我连接到我家的一个 WiFi 热点。它这个还有个搜狗输入法，我先拒绝吧。我让它连接到我家中的 WiFi， 然后选同意并继续。还要登录一个小米账号，那我登录到我的小米账号吧。然后登录到我的小米账号上，它还有个小爱同学，它这个显示器自带一个小爱同学。小爱同学，然后 HyperOS 就设计完了，它上来就有一个系统更新，我是不是现在就先做一个更新呢？看一下有什么更新点。优化了炫彩灯的效果，优化了5项按键的功能，优化了输入源下菜单布局和内容，优化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那我现在就直接做一个更新吧，应该也很快。然后现在系统就已经更新完了，它要进行一次重启，重启完之后就是一个新的系统。然后我们进到主页吧，主页应该是小米它自带的那个电视系统，但是这里边的东西应该都是需要额外去花钱的。这个应该也是这款显示器的一个特殊点之一，但是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可能用这个的机会并不是太多。主观体验上，这个电视系统的这个操控的感觉还是比较流畅的，可能也是因为它用的这个处理器性能还可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电视系统上这种操作的话，其实还是比较跟手的。我如果用遥控器去做的话，非常跟手，比我家里这个索尼电视的它这个系统还要更跟手。这就是显示器的这个电视系统。小爱同学，它这个是有一个语音助手的须知，我们选同意吧。OK， 这个电视系统先这样，我们稍后再去看吧。然后现在主要我接一下我手里的 MacBook Pro， 去看一下它的作为显示器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在我通过 HDMI 连接 Mac 之后，可以看到在这个信号源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Mac 的，它会自动识别出来 Mac。然后我现在切换到这个 Mac 的界面。然后现在就是 Mac 的显示界面。在显示器的连接方式上，因为这款显示器默认是没有 Type C 接口的，所以没有办法直接用 Type C 线去进行和 Mac 的连接，这点比较遗憾。但其实用转接线的方式也可以实现连接 MacBook Pro 的雷电接口，并且可以实现部分功能。我将在接下来的一些视频中去具体聊一下连接线的方式以及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个视频中，我先使用显示器自带的 HDMI 2.1 的线材去进行和 MacBook Pro 的连接。在进入后面内容之前，我先把这台显示器装到我的电脑桌的升降显示器支架上。安装过程我就不演示了。现在就算安装完了，可以看到它可以完美的兼容普通的显示器液压摇臂，这样显示器的高度、角度以及前后的距离调整就更加方便了。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红米的这款显示器的具体参数，以及我购买它的一些原因吧。首先是参数，在参数上，这是一款27寸 4K 分辨率，最大支持160赫兹的屏幕，并且支持 HDR 显示。它使用的是 Mini LED 的背光技术，拥有1152个背光分区，并且通过了 Display HDR 1000的认证，峰值亮度最高可以到达1600尼特。虽然它的静态对比度和普通的 Fast IPS 几乎是一样的，也就只有1001:1左右的一个参数，但是如果开启了分区背光，那它的动态对比度还是可以达到很高的。这款显示器它支持100%的 sRGB 色域，99%的 DCI-P3 色域，还有99%的 Adobe RGB 色域，最快的响应时间可以达到1毫秒，并且呢，它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电视模式下，它是可以支持杜比世界显示的。如果连接家中的 Apple TV 或者 Xbox Series S 之类的游戏主机的话，是可以成功点亮杜比世界的。那么接下来说一下我购买这台显示器的具体原因吧。虽然这是一块电竞屏，主要面对的是一些游戏的用户，但对于我来说，我买它主要是想作为我的 MacBook Pro 的一个支持 HDR 监看的扩展屏幕。之前的一些评测里也看到过，这款显示器的色准比较不错，虽然和专业的显示器比起来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不过对于我普通处理 HDR 视频和进行预览以及查看素材，应该是够用的。我的期望是有了这款显示器之后，在剪辑视频的时候，就可以将 HDR 的预览画面放在这台显示器上去进行观察，方便我后期剪辑和查看 HDR 的素材。其实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太了解，一台显示器能够显示 HDR 内容和用来制作 HDR 内容，对于这台显示器的要求可能是不同的。这个问题我在后面应该会提到。这款显示器因为使用了 Mini LED 的背光技术，所以可以做到很高的全屏亮度，不会像 OLED 屏幕那种出现大面积明亮的区域的时候，自动大幅度的降低全屏的亮度。Mini LED 在这个特性上更适合我预览正常的 HDR 素材，或者一些明亮的场景的素材，因为我拍摄的 HDR 素材大部分都是在比较亮的场景下进行拍摄的，而且在某些明亮的游戏中 ，Mini LED 的阳光的感觉会更好，不会像一些 OLED 的表现那样，明明是晴天，却显示出来的像阴天一样。当然，这里并不是说 Mini LED 一定是好于 OLED 的，它们其实各自有各自更适合的场景和使用。而且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在我的桌面上其实就有一个 OLED 的显示屏，就是42寸的 LG C3 这台电视，我用来当做显示器，可以用来娱乐或者观影。之所以没有用它作为 HDR 的监看，倒不是因为它的体积太大了，而是因为明亮的场景下 C3 就会显得比较暗淡，效果并不是太理想。当然，这个是由于它们不同的原理导致的。哪怕是最新的 LG G5，号称是最强的现在 LLED 电视，虽然它的全屏亮度要提高了一些，但相对于 Mini LED 的全屏亮度，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如果从严格的色准角度来讲，它和 MacBook Pro 本身的屏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如果像我这种小作坊制作视频，目前使用的话还是可以的。毕竟如果是非常严格的 HDR 调色和创作，那 MacBook Pro 最好的搭配还是苹果那台4万左右的32寸 SDR Pro 显示器。这台显示器在我之前开箱 MacBook Pro 那期节目中已经提到过，应该也是目前最适合 HDR 编辑的或者调色的显示器了。但那个显示器首先是价格有些贵，4万左右。其次呢，还有一个更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它已经出了很多年了，而且据说它的升级款马上就要出了，所以如果现在去购买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犹豫。至于显示器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均匀度、阴阳屏之类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的，并不表示每台显示器的特性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其实并不代表普遍性，只能个体单独分析和判断。当然了，作为一款准备制作 HDR 视频和剪辑的显示器，如果能够支持 P3 ST2084 模式，那当然是更好了，因为这个模式可以让 SDR 的内容亮度保持在100尼特，而 HDR 的内容会按照实际的亮度来显示。这种模式是更适合编辑和调色 HDR 内容的。红米的这款显示器其实和其他市面上大多数的 HDR Mini LED 或者 OLED 显示器是一样的，都是不支持这种模式的。毕竟它们的定位都是电竞或者电影和游戏玩家，不是对应专业用户的。假如真需要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购买上屏卡来实现，这里就先不多说了。购买这款显示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款显示器的菜单中可以调整的内容是相当多的，而且由于有遥控器的加入，让我们在调整显示器参数的时候便利性大大提高。接下来我会过一下它的这些菜单的选项。通过遥控器的菜单按钮，或者通过点击显示器背部的这个摇杆，可以打开它的菜单。在显示器的一级菜单下，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设置。当然，这里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个菜单里能调整的内容，并不是显示器的全部内容，有一些更细致、更细微的调整，是需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主菜单才能去进行调整的。方法也很简单，是按住遥控器的这个菜单按键，大概是2到3秒钟，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控制的主菜单了，然后选择设置，这样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可以更全面调整显示器设置的菜单。我在后面会展示一下给大家，后续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会专门再研究一下这个更细致的调整菜单，然后再分享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不妨先点个关注。
回到刚才那个一级菜单吧，这里有一个事情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如果你打开了 HDR 之后，在显示器的上面的位置，这里的位置会显示一个 HDR 的字样，就像这样，这样你就知道了此时正处在 HDR 的显示模式下。但此时你调整的大部分参数并不会影响你在非 HDR 即 SDR 里面的设置。换句话说，你在显示 HDR 状态下调整的图像设置，只会影响到 HDR 模式的图像。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会感到困惑。因为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他在 HDR 的设置里边调整了比如色彩空间还有图像设置的一些选项，为什么当他切换到 SDR 模式里边，这些参数就自动变了呢？其实呢，并不能说是变了，只不过显示器的 HDR 模式和 SDR 模式是各自保持各自的图像设置，并不会因为你调整了 SDR 的参数而影响 HDR 的参数，反之也是如此。同样，如果是在电视模式下，因为电视模式支持杜比世界，所以杜比世界也有一套单独的设置。然后说到这个菜单，红米的这款显示器其实是给游戏模式专门做了一套菜单，在图像模式里面，如果选择了游戏，那么就可以打开这台显示器的第二套专门对应游戏使用的菜单，就像这样出现在下面的这条菜单里面，可以更方便的调节亮度以及对应游戏使用的一些功能，比如一些预设的游戏场景、暗部增强，还有玩 FPS 游戏的准星辅助瞄准，还有这台显示器支持的另外一个显示模式，即 1080p 320赫兹的竞技模式，还有 FreeSync之类的一些功能的开启。对于游戏玩家来说的话，这些应该都不会陌生。如果想回到原来的菜单，可以选择这里的更多，就可以看到刚才的一级菜单了。同时，如果想彻底关闭这个游戏菜单，那就回到一级菜单的图像模式里边，切换到标准或者电影模式，这样每次按遥控器的菜单按钮就不会呼出这个游戏菜单了。在图像模式中，我就保持着标准 HDR 模式，亮度和对比度和锐度我都不动，精密光控我选择的低，色彩空间里可以看到有很多色彩模式，但可能并不是每个模式都做了很好的缩线的操作，我先保留自动吧。如果是制作非 HDR 的视频或者非 HDR 的照片调色，可以选择 sRGB 或者 BT709，同时关闭精密光控。因为我是制作 HDR 内容的，所以这里我就选择自动，或者选择 P3 或者 BT2020，推荐选择 P3 或者自动。具体哪个模式最好，其实我还没有做太深入的研究，等我后续研究完之后再分享给大家。然后是色彩动态范围，默认选择也是自动，我看了一下，和选择全部是一样的效果。这样选择的话，虽然画面可能会感觉有一点点发灰，但其实是有更高的动态范围。同时，既然到这里了，我也可以看看更详细的图像设置里有哪些选项。我打开了2级菜单，然后进入到图像参数，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在刚才那个1级菜单中看不到的更详细的设置，随便展示一下给大家吧。可以看到几乎包含了所有你能想到的一些显示的一些设置，包括色温啊、黑色增强之类的，这些我们后面有时间再提吧。那么接下来我再看一下菜单里还有哪些内容。下面的这个声音的选项也是这款显示器的一个特点。首先，这款显示器是自带音箱的，而且这款音箱的效果还不是太差的那种。如果只是普通使用，完全可以直接去用，不用再接外接的音箱了。同时，在声音选项里还可以看到它提供了很多的音效模式，应该是内部有一些内置的 EQ 模式，可以直接去选择，并且在选择音频输出源的时候，除了自带的扬声器和插入耳机插孔之外，还可以选择 HDMI 2.1 接口带的 eARC 接口。对，你没看错，这款 HDMI 2.1 接口是支持 eARC 的，通过它可以直接连接家里的回音壁或者一些高级的音响，而且呢，因为是 eARC 不是普通的 ARC， 可以直接支持杜比全景声的输出。这一点相信对于电视玩家或者影音爱好者来说的话，应该不是很陌生，应该会非常喜欢。那么回到1级菜单里，在输入源里可以看到这款显示器有2个 HDMI， 1个 DP， 其中2个 HDMI 是 HDMI 的 2.1 接口，并且还是满速无阉割的 48GB 的带宽，并且刚才也提到了，它也支持 eARC 的输出。现在我无法确定是2个都支持，还是只有其中1个接口支持 eARC， 这个后续再去验证吧。单纯是这一点，其实已经超过了很多比它贵的显示器了。有些其他品牌的显示器卖到5、6千，甚至7、8千，给的都不是满速的 HDMI 2.1 接口，这里我就不点名批评了。所以单纯就是给了满速的 2.1 接口，并且支持 eARC， 这一点就应该给红米这款显示器一个大大的好评。另外，在显示源那里有一个桌面，其实这个桌面就是这款显示器带的电视系统的安卓桌面，在我们刚才开箱后通电的那段视频中已经演示过了。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菜单里边的专业功能设置，里面能调整内容也是非常多的，包括竞技模式和 FreeSync， 这里就不说了。然后这个 HDMI 模式的设置里边，如果通过 HDMI 接口连接这台显示器的设备要开启 HDR， 并且要在这台显示器上正常显示的话，请一定要保持它在 HDMI 增强的模式，因为只有在这个模式下才能保证连接设备的 HDR 图像可以正确的显示。然后下面的这个低蓝光护眼功能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如果开启的话，显示器画面就会发黄。我一般只有在写稿或者文字相关工作的时候才会选择开启。下面这个针对显示功能其实很简单，如果开启的话，就会在显示器的右上方显示此时显示器所处的画面刷新率或者帧数，
比如这里显示的160，就表示我打开的是160赫兹的显示模式。然后下面的这个菜单旋转功能，更多的是对应如果将显示器翻转或者竖屏使用的时候，可以将菜单调整到需要的方向，方便调整显示器的参数。但其实这里我想说的话，其实这个功能如果能够和重力感应自动调整功能去结合的话，应该就更好了。这样的话就不用手动去调整了。然后这里边最后一项 CEC 遥控，这个其实是 HDMI CEC 的一个简称，它指的是可以通过 HDMI 接口实现设备间互联控制的功能。举例来说，它可以实现用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来控制 HDMI 连接的设备，比如游戏主机或者播放器的开关，或者实现一个遥控器，比如显示器或者电视的遥控器控制其他设备。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前提，就是相应的连接设备本身它是支持 CEC 的，并且打开了 CEC 的设置。这样的话，如果我和家中 Apple TV 等设备进行连接的时候，就可以实现统一的控制了。如果你和台式机电脑是通过 HDMI 连接，并且打开这个设置的话，可能还要具体去看一下里边的具体设置，防止一些误操作带来电脑主机被自动打开或者关闭。然后回到显示器的一级菜单里面，下面这个炫彩灯就是刚才在开箱环节看到的显示器背部的这个圆环，可以进行发光。首先，这个炫彩灯无论是你使用显示器自带的支架，还是像我一样使用桌面的液压摇臂，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不像其他的某些品牌显示器必须要搭配显示器自带的支架才能显示。它的所有的电路应该都是在显示器的本体上。在光效里边可以看到有很多效果可以选择，这里大概演示一下大概的效果，让大家有一个感性的体验。同时在这个子菜单里边的最下面，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叫做屏幕同色的功能。如果开启这个功能，灯光就会显示当前屏幕画面中的主色调，并且会根据屏幕显示的内容动态变化颜色。但是这里我要澄清一下，通过我的测试，这个颜色的变化并不会像飞利浦 HUE 那套系统的电视渐变灯那样，会根据屏幕上画面不同位置的内容和颜色，然后呈现在灯带的不同位置显示不同的颜色。红米的这个屏幕同色功能，同一时间整个圆环只会显示一个颜色，并不会基于画面的不同位置的不同颜色，然后在这个圆环上的不同位置呈现出不同颜色，所以可能和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因此，如果你想要达到像飞利浦 HUE 那套系统那样的效果，红米的这款是达不到的。但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飞利浦的那套系统能实现，因为它的灯条是贴在电视或者显示器背面靠近边框的一周，因此不同颜色变化体现在不同位置的效果会更加明显。但是红米的炫彩灯的位置仅仅是显示器背面中间的一小圈圆环，就算是做成像飞利浦那样的效果，其实最终表现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太明显。因此其实也无所谓。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飞利浦的那套 HUE 那套系统中，就像我贴在 LG C3 或者客厅的电视的这种效果的话，你可以单独去购买相应的显示器对应尺寸的那套灯条，贴在显示器背面，然后结合它自带的 APP 去进行设置，来实现类似于我之前说到的那个效果。虽然它的效果可能会非常棒，但是其实它的价格并不便宜，大家自己去考虑。那么我们回到一级菜单，最后一项是给遥控器上的方向键设置快捷键，这也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好这款遥控器。当然，刚才也提到了，显示器的2级菜单或者说更细微的调整级别是在另外一个菜单，不是在1级菜单中。所以如果在快捷键上可以切换到更细微的图像的设置的那个界面，那当然是更好了。然后这款显示器在显示器模式下的1级菜单，基本就和大家都过了一遍。可以说里边的内容还是很贴心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这款产品的设计是很用心的，它的这种设置的 UI 界面设置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当然，上面的这些调整都是这个显示器模式下比较初级的调整。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想进行更细微的调节，比如色温之类的调整，那么只能通过按住遥控器的菜单键，进入到更深入的这个设置里边去进行更精密的调整。进入方式有些麻烦，所以还是希望红米或者小米能尽快把这个调整设置的功能加入到快捷键的选择菜单中，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设置到快捷键中。当然，对于红米这款显示器，因为它的升级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升级，我相信如果红米想做的话，应该可以很快的通过后期的固件更新加入到这个菜单中。我们大致打开这个更细致的图像调整菜单，去大概看一下有哪些功能。可以看到，从一些预设场景到亮暗对比度、黑色级别，到色彩饱和度、色温、颜色增强、清晰度、锐度等等，以及更专业的，比如伽马曲线的调整、白点偏移、色彩详细调整，都可以在这个更深入的菜单中进行调整。其实有时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一台仅有2600多元，国补后只有2200多元的显示器能够提供的设置，而很多比它更贵的显示器，往往能调整的项目也没有它这么多。这点又是需要给红米一个大大的赞。那么下面我就来说说我对于这款屏幕的一些主观的感受和一些实际的体验吧。可以看到，这款屏幕虽然不是镜面屏，但其实显示的内容的清晰度其实还是挺高的。在我用这款屏幕接 MacBook Pro 使用的这段时间，我测试了一些播放视频的效果。
可以说基本可以达到我的预期。而且个人感觉，在开启分区背光的之后，它的控光水平完全是超出了我对一台2000出头显示器的预期，而且是相当的满意。我也试了一下它的可视角度，可以看到从侧面看发挥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从正面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主要是用来连接 MacBook Pro 使用，还没有连接 Windows 台式机去进行测试。在我通过 Mac 电脑开启高动态范围开关之后，显示器的精密控光还是可以自己设置的，其他的画面设置包括亮度、对比度之类的也是可以自由设置的。这点好像比之前的红米那款要好。看之前的一些其他 UP 主做的视频，好像前面的红米的某个型号，一旦通过 Mac 开启高动态范围显示之后，显示器上就无法进行一些其他的画面设置了。而这个问题在现在这台 G Pro 276上是不存在的。我的猜测应该是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说在新的型号上才能支持，或者说有可能是通过固件的升级让新老型号都可以支持了。而且因为这款显示器的调校还不错，我甚至可以把 HDR 功能作为常驻来使用。如果有人觉得颜色偏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在菜单里边选择色温，我选择是标准或者调整白点来进行解决。当然这个菜单不是1级菜单，是在我刚才说的进入到可以调整更细微设置的那个菜单。在对比我的 MacBook Pro 的屏幕上，肯定还是 MacBook Pro 的屏幕更胜一筹。但是再怎么说 MacBook Pro 的这块屏幕还是相对比较小，如果进行调整画面的时候，还是将预览画面放在小米的这个支持 HDR 的显示器上，会更有利于一些软件的使用。而且它的 HDR 显示效果，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其他的一些显示效果可以参考我下面拍的一些评摄视频，同时请忽视画面中的类似于摩尔纹之类的条纹，那些是由于拍摄设备的一些参数导致的，并不是说显示器本身自带的。同时呢，也可以看一下小米的这款 Mini LED 显示器和我桌上的旁边这台 LG C3 OLED 电视的一个效果对比。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当主要的画面是明亮场景的时候， Mini LED 会有那种阳光的感觉，不会有那种阴天的感觉，效果会更好一些。同时，因为这款显示器它也自带了小米音箱的功能，我也测试了一下，当显示器处在显示器模式下，是可以直接调用出来的。小爱同学，我在。你为什么这么灵敏？这多亏了小，并且也支持语音切换输入源的功能，就像这样。小爱同学，在。切换到 HDMI 1。好的。但同时我也发现，这个小爱弹出的画面有点过于夺目，有些影响正常的显示内容了。如果可以加入一个开关，可以自由定制小爱同学弹出的显示效果或者透明度的话，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也期待后续固件可以提供类似的选项。还有一点就是在测试时发现，这个显示器的菜单是没有办法去定义停留时间的。如果不操作菜单，比如我在考虑应该调整哪项设置的时候，大概10秒左右的时间，它就会自动消失了。如果能加入一个设置停留时间的选项，可能会更好。通过这2-3天的使用，我觉得这款显示器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的，甚至有点超过我的预期。作为我用来进行 HDR 视频剪辑和轻微调色的使用，应该是完全够用的。当然，你也不能追求那种绝对的色准，能实现更好色准的显示器当然有，当然也不是这个价格。那这里我大概总结一下小米的这款 G Pro 276它的一个特点，优缺点可能都会涉及到，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呢，这块 Mini LED 的屏幕的显示效果其实是挺不错的，而且背光做的还算不错。然后呢，这块显示器它有1152个分区背光，调校的还算不错。在所有的 Mini LED 的显示器当中，这款的 HDR 显示效果应该算是比较出色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Mini LED 其实对于调校的要求是很高的，很多其他品牌翻车的一些型号，其实并不是因为它的硬件参数不行，而是因为他们的调校没有做好。哪怕是参数再高，分区数再多，如果没有一个合格的调校的话，那也是不会有太好的效果的。而且这款显示器的峰值亮度可以高达1600尼特，通过了 HDR1000和杜比世界的认证。当然，杜比世界只有电视端可以用。单纯这个参数其实是可以满足制作和预览 HDR 素材一个最起码的一个亮度的要求。因为亮度的要求应该是要达到至少 HDR1000的一个基准，才能够去进行正常的 HDR 剪辑和调色。同时呢，这款显示器也提供了相对不错的一个对比度和动态范围。下面在色域的支持上呢，这款显示器是支持99%的 DCI-P3、99%的 Adobe RGB、100%的 sRGB 的色域覆盖。它是一块10比特8斗10的一个面板，支持10比特色深。当然，你也不能期待这个价格的显示器会有一个原生的10比特色深，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是没有奇迹的。它的色准呢，也基本能够满足专业设计或者内容创作的需求。当然，对于我来说，进行 HDR 的创作，包括去预览和进行简单的调色，也是完全够用的。
并且这款显示器默认提供的这些可以调整画面的设置的地方非常之多。如果有一些更精细的显示要求，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在显示器的菜单里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调整选项。那涉及到这个精细的调整选项上，必须要说，它没有在一级菜单里能够直接去进入，必须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才能进入到一个更详细的调整界面。这一点对于新手来说并不是太友好。如果能将这种更精细的调整方式也设置到快捷键上，由用户自己去选择，那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也希望下个显示器固件里面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当然，这款显示器还有一个卖点，就是它支持双模高刷的显示，既支持 4K 160赫兹，同时也支持 1080p 320赫兹的一个双模的切换。这样的话呢，可以既兼顾 4K 高分辨率和 1080p 高帧数的需求，对于不同的人群呢都能提供相应的支持。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使用的还是 4K 的模式，并且同时要打开 HDR 去进行预览素材。但是如果你是玩竞技类游戏的话，你也可以选择 1080p 320赫兹的模式。所以说这款显示器其实它的适用面是比较广的。至于它的面板，它是一个 Fast 的 IPS 面板，这种面板天生的优势就是响应时间比较快，最高好像是可以支持到1毫秒的一个响应时间。同时呢，它还支持 FreeSync 的认证，可以在玩高帧数的游戏的时候呢，减少这种画面的撕裂和这种画面的延迟。另外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呢，就是这款显示器它是带了一套电视系统的，这套电视系统是内置了小米的澎湃 OS 系统，并且呢，它搭载的芯片呢是小米电视里的那颗联发科的 MT9655芯片，并且它作为具有电视功能的一款显示器，它是带有遥控器的。有了遥控器之后呢，我们不论是在电视界面还是在显示器界面去调整相应的设置，都是非常的方便。在接口上呢，这款显示器的视频接口配备了2个 HDMI 2.1的满速接口和一个 DP 1.4的接口，并且呢，这个 HDMI 的接口还支持 eARC 的传输，可以方便的连接像家中的杜比全景声的音响或者回音壁。同时呢，最多可以连接3台设备，之间的切换呢，也可以通过小米音箱的功能去进行切换。当然，它唯一的不足是这款显示器它没有带 Type-C 的接口。不过呢，其实也没有关系。我在下个视频中应该会介绍一下用 MacBook Pro 去连接这台显示器，还有连接多屏显示，比如说同时在我桌面上的这2台显示器上同时去输出高分辨率、高刷，同时呢 HDR 的画面。这里边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线材去连接设备的时候的一个支持的情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接下来呢，就是这款显示器的音箱，它的音箱不再是一个摆设。因为好多其他品牌显示器的音箱虽然有，但是那个音质实在是不敢恭维。而这款显示器呢，它自带的音箱虽然没有办法达到那种 HiFi 级别，但是对于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日常使用，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包括打游戏或者剪辑视频时的监听音频的素材，也是完全可以满足需求的。如果你对音质的要求更高，它同样也提供了一个 3.5毫米的接口，可以去接外置的音箱或者耳机，或者呢通过支持 eARC 的 HDMI 接口去连接家庭影院设备或者其他的音箱。所以说这款显示器其实虽然没有 Type-C 接口，但其实它的扩展性还是非常强的。同时呢，这款显示器自带的这个小爱可以当个智能音箱使用，和家里的其他小米智能设备呢进行相互关联，并且可以去操作和控制它们。价格上呢，当然这款显示器也非常具有诚意，并且还支持3年的换新和2年的延保。所以这款显示器的热卖，其实从我的感觉上来说的话，一点也不奇怪。红米也确实做出了一款相对非常不错的产品。好了，对于这款显示器以及它和 MacBook 连接的一些体验，那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总体来说，这款显示器只有一个感觉，这是一款用心的产品，而且它真的很值。后面应该我还会连接家中的 Windows PC 去看一下它在 PC 上的表现如何，包括使用 PC 上的一些剪辑软件，还有 PC 上的一些游戏在这款显示器中的一个表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也可以先关注一下本频道。对了，这里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吧，因为618快到了，所以后面的节目关于 MacBook Pro 的节目中，应该会有一个回馈粉丝的小活动，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随时留意一下频道的动态。那么这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说真的，这期内容完全是可以水2期内容的。水2期？让我换个说法，我的意思是这期内容足够充实，完全可以做成2集完整的内容。不过呢，为了让大家看得过瘾，最后还是把它做成了1期，希望不同需求的观众们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当然，视频里的一些内容和观点也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购物分享视频，但随着拍摄和素材的收集，以及想呈现出实际肉眼观感的屏幕拍摄画面的过程中，我脑海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想法，想和大家去分享。屏幕前的你，对于这款红米的显示器有什么感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问题比较集中，我也会考虑集中再做一期进行解答。最后，向各位介绍一下这个频道。本频道专注于数码和影像领域，专注于中长视频的制作，并且呢，本频道已经全面转入 HDR 和杜比世界格式的输出。从上面这些内容，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每期的视频制作其实都要耗费大量的心血和时间。但只要您愿意观看，只要您愿意关注，我就敢于继续做下去。
毕竟许多朋友手中的设备都在不断进步，但仍然在观看普通的 SDR 的视频，未免有些可惜。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OK，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您的一键3连是对于我最大的肯定和支持。还有别忘了618有回馈粉丝的活动，记得关注。贝贝，你看我新买的显示器，你看你上电视了，来，你看你上电视了，贝贝。